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一彩。姐妹们，我们今天要聊一个很关键但又常常被忽略的买包哲学——长期主义。你有没有发现，当我们年轻的时候，买包像是在追新潮，今天流行半月包，明天换成小费包，后天又是极简风的托特，买了几个月就后悔，转手甚至积灰放在角落，是不是很熟悉？一彩以前也是这样，但真正让人越背越喜欢的包，不是最新的，而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。这几年，长期主义这个词火到不行，理财讲长期，经营关系讲长期，现在连穿衣打扮、选包都在讲长期主义。一彩很喜欢一句话：你的品味就藏在你愿意重复使用的东西里。买一个包不再只是逛街一时爽，而是要问问自己，这个包我能背超过3次吗？我半年后、明年、5年后还会想拿出来用吗？它是不是不挑穿搭、不挑场合、不挑年龄的真百搭包？很多人觉得经典款就是无聊，但其实能活超过10年的包，不靠花俏吸睛，而是沉稳、细致、耐看、实用，一如你自己。那我们到底该怎么挑选长期主义包？接下来一彩会分成2大段，带你一步步挑出能背5年还不腻的好包。第一段，我自己用了5年以上，天天想背怎么背都不腻的3款私藏包分享。第二段，来自热心网友、社群观众分享的长期实测好评包，每一款都是生活里真实用出的心得。你准备好了吗？我会先从我最爱的那款爱马仕 Bolide 包开始说起。一彩自己背了8年，越背越有感情，越用越爱它。第一款爱马仕 Bolide， 我人生第一个背超过8年的低调名媛包。说实话，这款包一开始真没什么人提它，大家都在封 Kelly、Birkin， 结果我反而被这只不争不抢的安静名媛包给深深打动，默默陪我走过了这8年。我不喜欢太张扬的包， Birkin 虽然经典，但背出门很容易过度高调， Kelly 太正式，日常又没那么方便。后来在一次法国行中遇见了 Bolide， 一见钟情，弧形的流线，简约的拉链设计，干净的包身，没有夸张金属，没有 logo 满天飞，就是一种不张扬但很有气场的安静感。当时我的念头很简单，我要一个可以从30几岁背到50岁的包，最好一辈子都不过时。而 Bolide 正好就是这样的存在。Bolide 是什么样的包？为什么能成为长期主义代表？它的外形轮廓采用圆润的贝壳造型，柔和不突兀，适合中性或女性穿搭，是全世界第一个使用拉链的高端包款，超级方便开关，包身没有大 logo， 爱马仕迷一眼就认得，路人又不觉得炫富，非常百搭，日常、通勤、旅行、下午茶都能驾驭，不挑衣服，而且保值潜力好，二手市场价格稳，某些颜色甚至还在上涨中。有一次我出差去上海，刚好要从早开会开到晚，还要接着去朋友生日晚宴。我没有换包，就拎着这只包来的一整天。白天搭衬衫西裤就是一个干净利落的通勤包，晚上换上一套深色连身裙，立刻又变成气质女神的配件。而且它超能装，钱包、手机、化妆包、手账本、钥匙一应俱全，还不显鼓鼓囊囊。有些包你用了3个月就会腻，但 Bolide 不会。我买的是棕色31，我背了8年，越来越发现它的气质。它不是那种让人一眼惊艳的包，而是让人越看越顺眼，越背越爱的存在。而且这包皮革的质量真的没话说，我那只是 Togo 皮，略有纹理感，耐磨、耐刮，不易变形。
就算几年下来偶尔有磨痕，它也不难看，反而会有种时间打磨过的质感，像老红酒一样越陈越香。这个包最适合的族群是气质内敛、有一定审美的中年女性，不喜欢太炫富，但希望有点品牌背书，追求高质量，能用5年以上的真战斗包，喜欢干净线条，不爱过多装饰设计的人。这款 Bolide 有27/27、1/15几个尺寸，我自己用的是31公分，27公分适合小个子女孩或精致派，做晚宴包也合适。31公分是最实用的日常尺寸，可肩背也可手提。35公分偏旅行通勤，但对娇小女生稍大，搭配得宜会非常有老钱感。如果你想买一只真正可以背5年、10年，甚至传承下去的包，不需要多浮夸，也不用花太多时间搭配衣服，那我真的建议你看看 Hermès Bolide， 它是我用过最长久，从没后悔，越背越懂它好的包。第二款 Lady Dior 4格包，陪我走过人生高光时刻的气质之选。说到长期主义的包包，怎么能不提这一款 Lady Dior 4格包，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戴妃包。说句真心话，这只包我从买下的那一天开始，就知道它不会只是一时的新鲜感，而是能陪我走过人生中那些最重要、最值得纪念的时刻。第一次上节目拍穿搭单元，第一次孩子毕业典礼，这只包总是在我需要稳住气场、撑起场合的时候默默出场。这只包源自1995年，当时法国总统夫人送给戴安娜王妃作为礼物。自此以后，这只包就跟戴妃的优雅形象紧紧联系在一起。她几乎每次出席公开场合都会提着它，自带皇室光环。多年来，这只包始终未曾从迪奥尔系列中退出，颜色、材质、尺寸不断推陈出新，但基本的包身线条、腾格、纹缝线、字母吊饰从未改变，这就是经典该有的样子。我为什么选的是小号4格？其实很多人问我，一彩 Lady Dior 这么多尺寸怎么选？我自己是偏爱4格小号，理由很简单，刚刚好的容量，钱包、手机、唇膏、钥匙全部能放进去，还不会显得鼓鼓囊囊，可提可背，配有宽肩背带，平常逛街出门可以轻松携背。如果出席正式场合，改手提气场，立刻升级。比例最优雅，在身上不会过大也不过小，搭配连身裙、风衣、针织衫都很好看，还能凸显腰线。现在还可以搭配 Dior 推出的可替换吊饰，可以自定义你的名字缩写，喜欢的小图腾，一只包就变得独一无二。我们这个年纪的女人，有时候会不自觉地忽略打扮的浪漫，一整天忙东忙西，总觉得实用最重要。但当你真的穿上喜欢的衣服，提上一只漂亮的包包出门，你会发现内心的女人味也会被重新唤醒。 Lady Dior 就是这样的包，它不吵不闹，不强出头，但它能让你的整体气质悄悄升温。我穿针织裙加大地色风衣，只要一支 Lady Dior 搭配，就像是从咖啡馆里走出来的法国电影主角。就连最日常的牛仔裤加白衬衫，只要搭上这只包，马上从妈妈感变身女主人感。这是我自己实际搭配过的几种场合，有时候我真的很感谢这只包，它让我在没时间搭配时，只靠包就能撑住气质与品味。我用这只 Lady Dior 4格包已经第6年了，中间也买过几只其他的新包，但每当需要稳住气场的时候，我还是会第一个想到它。表面皮革虽然用久了有些小刮痕，但意外的没有失色，反而更有生活过痕迹的温度。有一次我朋友问我，你不会腻吗？都背这么久了。我回答他，我背的不是这只包，是我这几年积累下来的自信与气场。
第3款 Chanel 小 Hobo 饭盒包，俏皮灵巧不挑衣，出门率最高的百搭宝藏包。姐妹们，前面介绍了我那2个气场型的常青包款，今天我们来点不同的。一采我出门率最高，最爱抓起就走的一只包 Chanel 小 Hobo 饭盒包。可能大家会以为 Chanel 的包都比较贵气难驾驭，但这只包真的完全打破你对 Chanel 的印象。说到这只包的购入，是某一年陪朋友逛 Chanel， 不经意在角落看到它，那一刻我眼睛真的亮了。圆润饭盒造型不同于常见的方包，它整个造型小巧又圆润，像一个优雅又灵巧的饭盒，特别有亲和力。经典皮穿链搭配金属双 C 吊饰，一眼就是 Chanel 家的包，但又不张扬的夸张，刚刚好，辨识度满分。双链条设计加内层空间科学，斜背、肩背、手提都好看，容量也超乎想象的能装，比你以为的小废包实用太多。那一刻我只觉得这包买下去绝对能用5年以上。5年后我还是会说一句，太值了。用了这么多年，我可以跟大家负责任地说，这只包从没退流行，无论穿裤装、裙装、日常或小约会，都能搭上它，不挑人，不挑风格，不挑年龄。它真的不是那种只适合时髦精或年轻女孩的包，像我这样中年女性，穿的气质端庄一点，拎着它反而多了几分俏皮感，让整体穿搭更年轻柔和，气质中带点可爱。颜色建议，我的是经典黑金色，真的非常百搭。但后来我也看过奶油、白、裸粉、深棕等颜色，每一款都美得不像话，而且越简单的色系，越能凸显这只包的细节设计。储物空间实测到底能装多少？别看它小小一个，其实空间超级科学。iPhone Max 可躺放，短夹、粉饼、唇膏、钥匙、干洗手通通能塞，还有一个内袋可以放悠游卡、小票根等。如果你也想买一只 Chanel 包，不想跟风最热门那几款，那我真的超推荐这只小 Hobo。它不会被认出是哪一季，不容易被定义过时。比起经典款，它设计更灵巧、亲切，适合各种气质女生，不需特别保养。但用了5年皮革依然柔软顺滑，链条没掉色。现在 Chanel 每年都会稍微改版微调这款包的细节，这代表它热度不退，但又不会突然爆红让你背不出去。这种持续小火的节奏正是长期主义包款的理想状态。第4款 Fendi Peekaboo 沉稳气场的女人味包包，用7年还离不开它。在我收到的留言中，最多真实使用反馈的包之一就是这款 Fendi Peekaboo。说实话， Peekaboo 虽然不像 Boy Chanel、Celine Luggage 那样在时尚圈有过炸裂的巅峰高光，但它却是一款真正能扛住时间考验的常青包。今天要分享的这位观众是我节目里的老朋友安姐，一位在金融业工作了快20年的职场女性。她告诉我，一采，我真的不太会换包，平时太忙了，只有这只 Peekaboo 陪我从加班赶地铁到年终晚宴，从单身到当妈妈，7年了，它还是我最信赖的包。Fendi Peekaboo 最早推出是在2009年，距今已经超过15年。它的设计灵感来自捉迷藏，所以包包的开口处有2个翻盖设计，一边敞开可以露出内里，一边则关闭，就像玩藏猫猫游戏。但这个可爱的名字下其实藏着一个沉稳有力、非常有气场的包型设计，直挺方正，整体是硬挺立体包身，让包包站立起来也完全不垮，背在手上特别有精神。金属转扣细节，双向金属锁头设计，实用又有设计感。双层隔间，中间用硬板分隔2大空间，
收纳超方便，文件、手机、化妆品各就各位，可手提也可肩背，有小提把也有肩背带，通勤飞出差飞聚会都能胜任。这只包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没有明显的季节感或潮流感，完全可以自由穿梭于各种场景。安杰选的是深棕色，她说这只包像是她的职场盔甲，也像生活里最稳定的伙伴。有时候换了好几套衣服都搭不上别的包，最终还是回头选它。安姐用的就是小号尺寸，经历7年，它的提把和包边虽有自然使用痕迹，但皮革还是柔软光亮，拉链也没坏过。她还打趣说，我甚至在产房候诊的时候还背着它，医护都说我太认真了，哈哈。但那一刻我真的觉得它像我的幸运符一样陪着我。 Peekaboo 是沉稳女人的完美包型，如果你是那种工作认真努力但不喜欢高调，喜欢有质感有设计但不浮夸的东西，买一只包想用个5年10年都不换，那么 Fendi Peekaboo 绝对是你的命定之选。第5款 Sling Box 豆腐包，越用越香的时间之书，10年不腻的知性美。有些东西是一眼就知道能陪你走很远的。这句话一采觉得最适合形容 Celine 的经典之作 Box Bag， 也就是大家口中的豆腐包。这款包不是那种会在1季内大红大紫的时尚爆款，它安安静静地站在时尚圈边缘，却靠着极高的质感与使用体验，成为无数高品位女性一备10年的长情选择。42岁的出版编辑崔斯坦就是其中一位。他在10年前第一次领到年终奖的那个冬天，独自走进海港城，一眼看见这款包时，脑海里只闪过一个念头，这是我未来的样子。当下就毫不犹豫地刷卡带回家。刚买来时，它的皮革光滑得像钢琴面一样，我小心翼翼地保护它，没想到随着时间过去，那些使用痕迹竟然让它变得更美了。现在的它表面已有了轻微的刮痕，柔和的腕痕，但每一条纹路都像是崔斯坦生活的片段，一笔一画刻在包上，这不是老化，而是熟成。为什么 Sling Box 值得被10年以上？它使用的光滑小牛皮是一种会随着时间变化的皮革，越用越柔越亮，你的每次触碰每次摩擦都是在跟这只包一起生活。它的设计简洁到近乎极致，无 logo， 无金属链条，无多余线条，方正包身非金属扣锁，看似低调却很能凸显穿搭气质。无论是秋冬的呢大衣还是春夏的亚麻洋装，配上这只包都能自然融合，没有季节限制，也不怕过时。mini 和 small 2个尺寸都非常实用，能装下手机、口红、钥匙、卡包等日常用品。而且相比许多结构复杂、金属件繁多的品牌包， Box Bag 的自重超轻，背一整天也不会造成肩颈压力，对中年女性来说非常加分。第6款中古 Birkin 35，黑金越老越有魂的气场女主包。如果说刚刚的 Sling 豆腐包是知性优雅的生活节奏器，那么 Birkin 35便是一场无声的掌声。当你准备好了，它就来了。这是一支来自观众而丽丽的故事分享。她46岁，是一家企业的女高管，但当年第一次背这支 Birkin 上场时，她还只是一个刚刚升上中层的小主管。那天是部门晚宴，我身边坐满了穿戴华丽、眼神犀利的前辈女主管。我当时很紧张，但当我把这支 Birkin 放在桌上那一刻，心就定了。这支 Birkin 是她从朋友那里哀求来的中古包，原主人是一位叫卡卡的闺蜜，两人感情深厚。卡卡当初是在日本中古店遇见她，一见钟情，但因包包太大用得不频繁，
而丽丽便锲而不舍地请他转让。他一到我手上，我就知道它不会只是个包，它会是我的盔甲。为什么中古 Birkin 35是值得入手的终身型包款？黑金配色就是永不过时的王者组合。在爱马仕众多配色中，黑金配色一直被誉为经典中的经典。黑色沉稳大气，金色低调奢华，任何年龄场合都能驾驭，是那种10年后看回来也依旧气质再现的包色。相比流行的小包热潮， Birkin 35提供了真正能装、能背、能用的实用空间。它是创办人女儿亲自设计的经典尺寸，拿它出差装计算机、资料、化妆包都没问题，又不至于笨重失形。中古 Birkin 最大的魅力在于它那种随年岁更迷人的皮革质感。而丽丽说，这只包刚来时皮还硬挺挺的，现在已经变软塌下来了，但更贴手，更有灵魂。那些皱纹是我和他一起走过的痕迹。这样的包不再只是时尚单品，而是一段生活的证据。对于多数人来说，正价 Birkin 要排队，要配货，是件很劳神伤财的事。但其实中古市场就是一个极好的入口。一采给你几个实用建议，挑选配色，黑金、金棕、eTaupe、灰棕色都是不挑肤色、不挑季节、不挑年龄的超稳配色，适合初次入手。尺寸建议30厘米日常通勤最实用，35厘米是妈妈包、职场包、出差首选，25厘米偏向潮流小包，但装不了太多。检查细节，确认五金是否有氧化，皮革有无刮痕，是否附完整配件。最重要的是确认来源是否透明。预算范围，中古 Birkin 35黑金1年份和保存状况约落在台币18万、28万之间，保值性极高，有时甚至会升值。包为什么能陪我们走这么久？不是因为它多名贵多流行，而是它能陪你走过人生的重要时刻。第一次升职，第一次独自出国，和重要的人吵架和好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，无数个加班后回家的夜晚，它的每一道划痕，每一块磨损的角落，都在诉说我见证了你的成长。如果说衣服像恋人，那包包就是像婚姻一样的存在。你可以爱上很多衣服，但真正陪你走长远的是那几个懂你、包容你、能一起变老的包包。最后想说，如果你正在选一只包，不一定要最贵，也不一定要流行，你只要问问自己，我5年后还会想背它吗？能让你点头的那只就是你的命定包。姐妹们，你有那种陪你超过5年的包吗？或是哪一只你一背就觉得它会陪我很久的包？来分享你的故事吧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